嗨，我是小迷，好久不见。今年6月从日本飞回台湾后，没想到就生了一场病 ，YouTube 频道也因此休息了一段时间。老实说，我不太喜欢被迫停下来的感觉，因为那段时间我常会觉得自己没有生产力，好像也没有在成长。但后来慢慢明白，这场暂停其实是一份礼物，它让我有时间静下来，重新思考我到底想拍什么样的影片，我想要带给观众什么样的内容。回想起1年前刚开始周更的契机，其实只是因为玩游戏打赌输了。睽违5年的胜利。好啦，反正我就这样嘛，愿赌服输。YouTube 影片每周日一定要更新。但当我拍的越多，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投入和享受，也让我更清楚知道做影片对我来说有多重要。而这半年的沉淀，不但没有让我想放弃，反而给了我缓冲的时间，让我能更从容地为下一段旅程做准备，也让我能在接下来的路走得更加坚定。谢谢你的耐心等待，接下来终于要回大阪咯。太扯了吧？怎么还有？天哪！昨晚实在太累了，今天直接睡到中午。我家附近有一个蛮有名的街区，叫做中崎町，这里聚集了很多特色咖啡店、古着、杂货小店，是年轻人喜欢来散步挖宝的地方。最近台湾的朋友乐乐来日本玩，我们不约而同的提议要去中崎町逛逛。这一带的面包和咖啡店有趣的地方就是不是非常老派，就是非常新潮。有些店铺随着季节更替，有些则静静存在许多年。乐乐说他查到了一间面包店，就在中崎町车站旁边。这是一间年纪比我还大的30年老店。这是什么东西？ピロシキ，不知道。ピロシキ。店铺小小的一间，朴实无华的摆设，却能存活30年。我想这里的面包应该不简单。阿嬷不但亲切，看到我们是外国人，还主动用简单的英文问我说：“吐司要切厚一点还是薄一点？”はい、OK です。看到那个阿嬷就觉得一定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就有种很安心的感觉。所以它里面是，它有点像肉包，吃不太出来有肉哎。是哦，说来惭愧，我虽然在附近住了快1年，却从来没有真正留意这里的咖啡店。我的日常只有3个地方：健身房、超市、公园，然后回家。反而是第一次来的乐乐早就做了功课，我却想说我随时都能来，结果从来没有用心的探索过。以前很多事情总想着等我更有钱、更有能力、更有余裕的时候，我才要去做。但随着年纪增长，发现很多事情现在不做，真的可能就没有机会了。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属于那个阶段才能体验的事情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当下，让自己开开心心的，不留遗憾。吃完面包后，我和乐乐散步来到了一间咖啡店，在这里交换了我们事先准备的小礼物。我们点了店内招牌的豆腐提拉米苏，搭配当季限定的水蜜桃。好吃吗？微甜，然后很
香哎。本来以为提拉米苏会很甜，结果发现它只是有微甜的豆腐香，口感绵密滑顺，是那种吃了觉得还蛮健康，不会有罪恶感的优雅甜品。这是一间刚开幕，在 Google Map 上还找不到店家的鸡肉串烧居酒屋。整间店的气氛都非常好。乐乐说，也许是因为刚开幕的关系，老板和店员都特别热情，就像刚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一样，眼神充满了光彩。我也希望他们能一直保持这份活力与温度。我们点的每一道串烧都非常好吃。之后如果这家店有上架到 Google Map， 我会再把链接放在资讯栏给大家。吃素这个